嗨，大家好，我是自助家 Emily。除了澳洲，纽西兰也是打工度假的热门国家之一。纽西兰人单纯友善，自然风光还有大量的可爱牛牛和羊羊是纽西兰的一大特色，是非常适合第一次出远门打工度假的首选国家哦。那我们今天这支影片就是要来帮各位分析打工度假还有打工游学的优缺点。即使没有抽到签证，念语言学校也可以去工作。那就算是抽到打工度假签证，也可以考虑看看念语言学校哦。那我们就一起去看看吧。好消息！自助家独家合作的 Travel DIY eSIM 方案，不用换卡，不用跑门市，购买最后15分钟就可以拿到你的 QR code， 扫一下就可以联网，是不是方便又快速呢？看到这支影片的同学，只要输入上面的优惠码 YTDIY20，就能立即享有优惠哦。如果你是透过自助家报名的学生，可以享有eSIM的5折优惠，是不是超级划算？链接的部分呢，我们放在下方的资讯栏，有需要的就可以点击进去哦。打工度假签证规则：纽西兰政府开给台湾每年的打工度假名额是每年600个，那会在每年的5月进行抽签，7月会再抽一次5月没有符合条件的人数，但这个数字也会根据每年纽西兰人口的劳动力增减。那签证费大概是8000块台币，可以合法在纽西兰当地全职工作1年的时间，年龄限制是18岁以上，30岁以下。那申请打工度假签证的时候，会需要出示纽币大概4200元，折合台币约8万元的财力证明。那如果你是持打工度假签证还想要念语言学校的话，最多只能念半年哦。学生签证、打工游学签证，在纽西兰上课3个月以上就会需要申请学生签证。那学生签证的话，每周课程必须要20个小时以上。那工作的部分可以让你做 part-time job， 也就是1周大概工作20个小时，没有名额限制，年龄的话只是18岁以上。那签证费部分大概是台币7200元左右。那根据你的课程的长短，每个月还必须提供纽币大概1417块钱，折合台币27000元的财力证明。那除了财力证明之外，还会需要额外提供其他文件，例如说是良民证、户籍誊本或者是在学证明等。工作限制：纽西兰政府限制台湾人在纽西兰打工度假时，一份工作最多只能做3个月，也就是说1年内你必须换4次工作。这个规定是希望让你可以在不同的城市多多探索看看，但同时也为台湾人在纽西兰找工作时多了一份挑战。那因为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有这项规定，有的国家是规定半年，有的是1年。那当然，雇主会希望每个员工可以做得越久越好。那尤其是在南岛或者是一些其他比较热门的城市更竞争一点，例如皇后镇或者是威灵顿。在这几个城市，如果不是朋友介绍，你可能还找不到工作呢。与打工度假不同的是，学生签证1周只能工作20个小时，同时必须兼顾学业还有工作。如果你在学校出席率不足，可能会影响到你的签证效期。但学生签证并没有一份工作最多只能工作3个月的规定，所以如果是长期学生的话，可能相对比打工度假的人还要好找工作，生活也相对稳定。而且学校会不定时的举办 job club 或者是工作安置，也可以大大提升找工作的效率哦。花费部分，打工签证除了签证费8000元台币之外，额外还要准备大概4200元纽币的财力证明。那由于台湾人在纽西兰可能会需要一直换工作，如果没有买车是非常麻烦的。一台便宜的2手车在纽西兰买大概是6到12万台币左右。那如果你有顺利找到工作的话，大概2个月就可以把买车的钱赚回来咯。那至于伙食还有住宿方面，1个月大概是3万元台币左右。所以来纽西兰打工度假之前，你可以先准备个20万台币左右哦。那学生签证除了7200元台币的签证费之外，跟打工度假签证比较不一样的是，它的财力证明是看你的课程长度而定的。如果是以1年游学的话，财力证明大概会需要准备30万台币左右。那所有的住宿费还有学费会在出发前就先交给学校。1年的课程与住宿费大概是84万元台币左右，但因为工作相对固定，不需要买车，所以如果顺利找到工作，以最低薪资去算的话，1年的游学费用大概只要40万台币哦。以下这里整理了一些纽西兰常见的职业薪资水平。不可否认的是，有些人来纽西兰打工度假是以赚钱为导向的，这些人可能会选择相对比较辛苦的工作，例如说农场、果园或者是牧场。这样的工作环境当然也会有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人，但我还是有听说过有整个果园都是华人的。在这些地方工作几乎不需要任何英文沟通技巧，所以英文进步的幅度也会稍微慢一些。但这也非常看个人，所以如果你是到酒吧或者是餐厅打工的话，你的英文还是会进步蛮多的哦。打工游学签证，顾名思义，学生签证就是必须以学习为导向。在英文为母语的国家游学大概3个月左右，你的口说跟听力就会大幅的进步。再加上工作时与当地人交谈，如果你是住在寄宿家庭的话，回家还可以跟寄宿家庭人用英文沟通，几乎是24小时都沉浸在英文的环境里面，可以大幅的增加英文进步的幅度哦。那我在这边还是要给各位一些建议，打工度假签证还是相对于学生签证自由很多，你可以在各个不同的城市穿梭，体验不同的城市风情。
虽然有3个月工作的限制，但你还是会认识来自世界各地打工度假的人，体验不同的工作环境，或者是直接不工作来场 road trip。但同时你也必须比其他人还要独立很多，毕竟没有学校的支持，从办地址证明到开户，还有办税号、IRD 号，或是最基本的找房子，都必须要靠自己。以上这些问题都可以在学校里面做解决。像我本人就是先抽到打工度假签证，但我选择念了1个月的语言学校。我在纽西兰当地住的是寄宿家庭，在课程还有住宿结束后，我的后妈还帮我搬家到了另外一个新的地方，等于是学校帮我解决了许多到当地才能处理的麻烦事。但这还是非常看个人。所以如果是抽到打工度假签证，也可以考虑念语言学校，或也不一定拿到学生签证就只能专心的读书哦。那以上的影片就到这边，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资讯的话，欢迎到自助家游学网逛逛哦。你可以留下个人资料，会有专属的顾问跟你联络哦。那喜欢我们的影片，请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哦。那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